的故乡，告别我的家园，无奈的再次走远方。说不尽的惆怅，挥不去的忧伤，在与你执手泪眼相望。回望来时路，不堪回首是满目的凄凉。往事如此难忘，我和你曾共同度过许多温馨的时光。忘不了你高山，忘不了你土芬芳，天涯海角伴我谱写流浪的乐章。忘不了你月亮，忘不了你梅花香，伴我漂泊走远方。念得好，这首诗的前2句是说月光照进了床头，这诗人以为地上结了霜。老师，什么是霜？这霜呢是寒冷的国家才有的，在新州你们是看不到的。霜的样子呢，就好像你们平时吃的冰球一样。老师，霜是不是有很多颜色？这也不是，霜是白色透明的。好了，那接下来的2句呢是说诗人看到了明月，就想起了自己的故乡。你们可晓得什么是故乡吗？老师，是不是我们这的甘邦？不是，你们这是英国殖民地，可你们是黄皮肤、黑头发、黑眼睛的中国人，所以你们的故乡就在中国。你们知道中国在哪里吗？知道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那里才是你们的源头，你们的根。我们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，不管我们人在何处，都不能够忘记自己的根，要不然就是忘本了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现在我要分派你们上个星期的华文试卷。这次考得最好的呢，就是黄永成。今天又没来上课。大新闻呐，韩战爆发了！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新闻啊，大新闻啊！哎，谢谢。大新闻呐，自己人打自己人呐，韩战爆发了！干嘛没来上课啊？老师，我……哎呦，你干嘛紧张兮兮的？还好胡老师没看到我，不然啊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了，而是老师打学生了。哦，你一定是又逃学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要出来卖报纸赚钱的，不然哪有钱吃你的东西啊？是不是？干嘛这几天没来上课？我要出来卖报纸，还要照顾弟弟妹妹。是啊，老师，他家里很穷，他爸爸妈妈工作赚钱不多，要靠他帮忙养家的。我知道，班上哪个同学家里不是穷的？大家的生活都艰苦，是不是全班都不用来上课了？我知道你要赚钱养家，后阳，你记得一件事：读书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你父母，是为了你的将来呀。每个人都找借口不来上课的话，国家怎么把希望放在你们新生代的身上呢？总之，不管你多忙，你要分配时间。明天我要看到你来上课，知道了吗？哎，阿叔阿婶还没吃饭？还没有。不是等我吧？真不好意思啊。以后你们先吃吧。哎，真奇怪啊！那些苍蝇啊，每次到吃饭的时候它就出现了，就嗡嗡的叫啊。在哪儿？我最爱打苍蝇了啊！啊，你看我一回来它就不见了啊，在哪儿？啊，在哪儿？啊，老婆，
有没有酱油啊？哦，我刚用完了。哎呀，你明知道吃鱼一定要沾酱油的嘛。哎呦，啊一时忘了嘛。哎，阿傻，我去买。啊，谁要你？哎，你真的要去买啊？对。哎呀，到对面杂货店买吧，很快的。啊，不是对面那间，我吃的是德顺酱油啊。哦，啊，要走2条街。行。到了街口再转右，再过2条街，然后绕过一排排屋呢，再上一个斜坡，才可以找得到德顺酱油厂的啊，没问题吧？哎呀，你吃什么德顺酱油呢？对面街就有了嘛啊！就是嘛，爸。你们懂什么呀？这种鱼啊，要放德顺酱油才好吃的嘛。静红也不介意替我去买的吧？啊，请给你。不介意，最重要是合阿叔的胃口啊！慢慢走，慢慢找啊。哦。哎，快去快去！我们边吃边能保住啊！你搞什么鬼呀？对面买还便宜2分钱呢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呢，爸？你们不要再帮他讲话了。等他在咖啡店拿了工钱，我就请他走路。说什么德顺酱油才合胃口，还不是想把我支开，不让我吃饭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大家是亲戚，难怪人家说，出门看天色，入门就看脸色。谁叫我寄人篱下？哎！保住！保住！保住！领回来就好了。你怎么搞的，满身大汗的？你知不知道德顺酱油厂在哪儿？德顺，离这里很远的。这就难怪我找不到了。哎呀，这可糟了！雪雪叔说他没德顺酱油，他吃不下饭，要我去买。哦，那好吧，你去帮他买啊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先进去吃饭。哎，那你回去跟雪雪叔说，叫他忍一忍。我跑过去。然后尽快的跑回来啊！你的人真好啊！哎，不如我把脚车借给你，你快去快回啊！那就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不过我不认得路啊，要是迷了路，雪球叔不是饿坏了吗？哎呀，那要怎么办？不如你带路吧。我爸爸在等我吃饭呢。真是的，爸爸吃不下饭，女儿吃得下。那好吧，你提车，我引路啊。喂，你在等什么？我下午扭伤了脚，哎呀，现在骑脚车，这脚能用力吗？哎呦！好吧，那我载你，我骑脚踏车载你，坐上去。坐稳了，好，走了。哎呀，先吃了，不等了，饿了。哎呀，多等一会儿嘛。就是嘛。那宝珠也真是的，怎么今天这么晚还不回来？就是啊，平时很准时回来的嘛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学校有事儿，回来晚了。也许吧。哎呦，千万不要比那个臭小子还要吃回呀，要不然我的前功尽弃了。可能是宝珠回来了。我说是静红。静红，还在半路呢。德顺酱油来了，真的是静红回来了。这怎么这么快啊？我怕你等嘛，所以快手快脚买回来了。不过这次功劳最大的还是宝珠。宝珠啊！爸，我回来了。我饿死了。哎呦，宝珠啊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，满头大汗？阿叔啊，我能这么快回来，全靠宝珠骑脚车送我去的。你叫宝珠载你去啊？他说你没有德顺酱油吃不下饭，所以他特地载我去的，多听话。是啊。爸爸，你看我多听话，我知道你不可以没有酱油，我就拼命的踩，载他去喽。猪，你这是，哎呀，你乖嘛。阿叔啊，这是你交女友方啊，你看宝珠她多孝顺，多听话啊。哎呀，爸，算了，反正宝珠这么胖，就让她运动运动嘛。是啊，来吃饭。静红来吃饭啊！吃饭喽。爸。你的德顺酱油，报纸，先生买份报纸吧。妹妹为什么不吃啊？
乖乖吃饭，不然哥哥的功课就做不完了。哎，乖乖，那你自己吃吧，啊。你做了什么了？做完2天的笔记。你自己看看，你一半都没做完，你在家里做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偷懒是不是？不是的。那是什么？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了。你知道错了吗？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。虽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今天我非打你不可。把手伸出来！我叫你把手伸出来，听见了没有？这第一下，我打你无缘无故不来上学；这第2下，我打你没把功课做好；还有第3下，我打你没听老师的话。好了，把作业簿捡起来，回去座位坐。等一下，待会儿放学，我不准你回去，把功课做好了才回去。老师，怎么了？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啊？回到座位去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男孩子这么容易流泪的吗？什么事？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你就别哭了。老师知道你要卖报纸，还要照顾弟妹是很辛苦的事。可这世界上还有人比你更辛苦。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儿读书呢，已经很好了。你听过凿壁偷光的故事吗？从前有个小孩子，在墙上挖了一个洞，借隔壁人家的灯光来读书，后来成了一个很有用的人。人家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都能用功，你为什么不行？我跟你说这些话，是不希望你为了一些小小的困难而退缩。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呐，你明白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不用做了，回去吧。这几天没做完的功课，明天交给我。老师，我走了。永成，你要知道，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啊。哦，知道了。别让我失望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来南洋啊都是坐船来的，我可是靠这个，哎，2条腿啊，走了9个月啊。哇，走了9个月啊！那你一路上一定碰到不少有趣的事情了。哎，这个当然，别说走路啊，就算是过的桥也多到我数不清啊。我呀是一路走一路打工啊，我什么都做过。你走过这么多地方，有没有碰上坏人呐？哎，那你们说呢？啊，哎呀，那些暹罗人呐、缅甸人呐，叽叽咕咕的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哎，有一回啊，跟他们打工不给我工钱，我就使出我的客家拳，一个推8个，让他们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下去。哼，欺负我这客家人。哇，他这么有本事，以后一定发财了。哎呀，发财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这可就要靠老板娘提拔了啊，老板娘。哎呀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！这么一间小小的茶室，怎么发得了财？一杯咖啡呀，只卖这1、2分钱。哎，捧到你手都断了，也赚不了多少钱。
是啊，捧咖啡啊是很难发财啦。你呀，不如去当三轮车夫吧，腿力这么好，肯定啊赚大钱呢。三轮车这行业做不久的啊？为什么？它快得过电车吗？以后就是电车的天下了，三轮车迟早被淘汰。淘汰？要不然，哎，去开眼镜店吧，反正啊，这是你们客家人的本行嘛。你这副眼镜多久才换一次？我啊，好几年吧，大概是待到它坏了就换喽。所以说，10年8年才换一副眼镜，不饿死才怪。眼睛要等10年8年才换，不如你去剃头吧。哎，我每个月都得剃头一次嘛。是，每个月都剃头一次，而且不用本钱。可是我只有2只手啊，就算一起剃，也能做几宗生意啊。你呀，讲的真有道理。你头脑这么好，该去当老板吧。我也想，要发财就要创业，自己做老板。走了。哎，你们说做哪一行容易发财啊？哎，小伙子，又是你。他们要是知道啊，就不会坐在这儿听你吹牛了。看到你，我就不想发财。我呸！嘿，要记住啊，百小不如一精，切记啊！是啊，像你一样成精，神经的精。哎，给我bé一杯。不卖，对吧？不做我的生意，你怎么发财呀？是啊，我发财得靠你啊。哎，你也来买报纸啊？是啊。那个阿成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我看他今天不卖了。若琪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等人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来买报纸的。奇怪，永成这个时候都会在这儿卖报纸的，怎么现在还没来呢？现在都已经8点了，不可能啊！今天报纸很准时出版了。糟了，他会不会出事了？出事？大新闻啊！空前风灾袭击中国东南部啊！大新闻啊！哎，永成，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？我以为你今天不卖了。是啊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你这只小鸟现在才来，顾客都跑光了。来，给我一份报纸。哦，谢谢。来，哎，你手怎么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顽皮让妈妈打，是不是啊？难怪一张脸看起来像苦瓜。不是的，是，不说了。大新闻啊！空前风灾袭击中国东南部啊！大新闻啊！永成啊，你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啊？不做了，反正我都不要去上学了。好好的，干嘛不去上学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被老师打手心是不是？他说我没写字，罚我留堂，害我太迟去拿报纸，被人骂。我讨厌他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永成啊，老师打你也是为你好啊，你不应该怪他。反正我都不喜欢读书的，不上学我就可以多卖几份报纸，赚多一点钱呢。你不用功读书，以后怎么能做个有用的人呢？卖报纸给人家，让他们知道大新闻，这样也是个有用的人哦。那你知道报纸是什么做成的吗？纸喽？没这么简单啊，让我来告诉你吧。造纸的原料呢是一棵大树，而大树的幼苗呢是需要阳光和雨水的滋润，才会长成一棵大树，才可以用来造纸啊。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啊，学习知识就像吸收阳光和雨水，有了知识啊，才是有用的人啊，才会对社会做出贡献啊，明白吗？那永成，虫之哥哥呢写了很多文章，让很多人看，你是不是很羡慕他呢？那你是不是想跟虫之哥哥一样编报纸，而不是卖报纸呢？胡老师，哎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呢？你们来了，静红跟世忠呢？他们还没来。春风满面的，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说来分享分享？也没什么，在改永成的作业簿啊，他错字是很多，可是形容词用的蛮好的，而且也蛮恰当的。其实这孩子啊，蛮聪明的，又有天分，
就可惜竟然无故缺课，要我逼他把没做完的功课全部做完。他有没有照你的话去做呢？开始的时候不听话，后来啊，我罚他打他的手掌心，哎，效果蛮好的，他从此不敢逃学了。你不觉得对学生施行体罚，只会让学生对上课留下阴影吗？这铁不炼不成钢啊！我打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啊，我也希望他们成才啊。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对的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小孩子讲讲道理，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读书的重要性，他们会更喜欢的。对呀，我同意崇志的说法，使用鼓励的方式呢，会比打骂更有效。不行的，跟这些学生说道理是没用的，浪费时间呢。那就拿永成来说就好了，他已经超龄了，再不努力的话呢，怎么跟得上呢？哎，你看，这事实不就摆在眼前了吗？我用的方法还蛮管用的。其实永成本来不想再上学。我知道，现在环境不同了，每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，我就不想学生因为这样而养成惰性。总之呢，我是不会放松对他们的督促的。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怎么上学的？是自己扛着椅子到学校去的，下雨了，课室又漏水，放学后还得去放牛啊、种田的，结果我们还不是把书念完了？我还记得，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我还是觉得让孩子自动自发会更好一点。哎，你们在谈些什么？在骂你啊，老是迟到。就是啊，我早就到了，我在厨房帮大嫂。大嫂。是啊，他是真的在帮我，你不要怪他。哎呀，我忘了拿碗了。哎，你真的要去跑单帮啊？来了这里几个月，还是不习惯，枪也没有，山猪也没得打，可能换个地方会比较适合我。唉，我们4个人刚相聚不久，他就要走了。就是嘛。来，你也只是在捧咖啡，不如跟我去跑单帮，怎么样？不要，好不容易从唐山来到这儿，现在在南方茶市找的工作，算是安顿下来了。你要我走，不干。你不说你没胆量，到处闯天下是我们客家人的本性啊。我没胆量。嘿呀，转世不生台，你没听过吗？我是想在这里安顿下来，好好的发展。哎，反正你不会明白的。算了，你不走，我自己走。你们别说那么多了，来，让我们干一杯吧，诸事中一路顺风。好啊，来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来，好，干杯！哎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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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杯！我欠你的那些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。慢慢来吧。哎呀，这里的水酿出来的酒，比我们家乡差很多。哎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月是故乡的名啊，酒是故乡的醇。你们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，就应该入乡随俗，别老是提家乡了。旭生啊，还记得你带过来的竹子吗？他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了。当然记得了，阿爸常说的，竹有节，人有志，做什么事都好，绝不能丧节辱志的。这竹子来到这儿就变了样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觉得来到这里样样都不大对劲儿。我想啊，凡事都要随遇而安的，只要根扎得牢，就能茁壮成长。那也是。哎呀，管它是什么，我说啊，哪儿肥哪儿钻，好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尝尝我亲手煮的薏米水。哎，谢谢你。别客气。我听说你喜欢听中国民歌，我经过唱片店就给你买了一张。谢谢你啊，多少钱？不用了，其实嘛，我只是投桃报李罢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这我还得谢谢你啊，鼓励我留下来这里教书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教学是春风化雨的工作。哪儿有需要就在哪儿灌溉，对不对？若琪啊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先去开门。
表姐，哎表姐我告诉你，大坡的百货公司在大减价，你又不去，好多东西买啊。哎，买了一件裙子给你呢。好，谢谢你。喂，表姐，他是谁啊？他是我朋友胡旭生，他们是我表妹玛丽梦露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有一张唱片。哦，表姐，我现在才知道你不跟我们出去的原因了，一起听情歌，好浪漫哦。就是啊。别胡说，我煮了薏米水，你们到厨房去喝吧。行啦，我们才不做电灯泡呢。走。对不起啊，他们最爱乱说话了。没关系的，不晓得我留下来会不会打扰你们？不会的。表姐，胡先生一起过来吃蛋糕，刚买的。好啊，我们去吃蛋糕吧。哦。哇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胡先生，你做哪行的？在学校教书。哦，那么你跟表姐认识很久啦？喂，别问这么多了，吃蛋糕。是啊，吃蛋糕要配点红茶。那胡先生，这杯给你。谢谢。喂，胡先生，你是不是喜欢我表姐啊？哎，要死！哎，表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他呀，虽然长得一表人才，只可惜是个穷教书的。哎，说这么大声，喂，我们只是关心你嘛。胡先生，以后你可要对我表姐好一点哦，可别让她吃苦啊。吃苦的女人啊，这么漂亮也会变成不漂亮的哦。喂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我看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吃了蛋糕才走吗？不吃了。那我送你。好，再见。谢谢你送我唱片。不用客气，你不用送我了。其实我已经买了《欲望街车》的戏票，听说这部戏片很不错，还得过奖。这个星期天下午2点钟，我来接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再见。我买了《欲望街车》的戏票，听说很不错。是啊，星期天下午2点我来接你，好浪漫呢。哎呀，别胡闹了。表姐，表姐，看来他是在追求你啊。喂，你不会吧？他只是个教书的。哎呀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去吃蛋糕。哎，从实招来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？你们是在谈恋爱了？我们只是好朋友，满意了吧？我看没这么简单吧。阿叔，阿叔，哎，你没事来当铺干什么啊？是二婶叫我来的，她说你把这落在家里，要不送来。哎呦，这慧娘你真是的，这种东西叫个外人带来，真是。头家，你的茶泡好了。泡一杯茶要泡多久啊？你看后面脏的要命啊，还不赶快去抹一抹？头家，我外面忙啊，是二叔在等我。那我来帮你。不用你帮忙了。头家，我出去了。哎，我说不用你帮忙了，你走吧。哎呀，反正我今天不用进茶室，你又供我吃住，我帮你是应该的嘛。不用你帮忙了，你给我走吧。真的不用啊？没用，走。我看我们只好把它拿去拍卖了啊！好。哎喂啊！别乱动我的东西啊！工作这么忙，真是辛苦你了，石二叔。哦，听阿德说张家大少爷来了，原来就是你呀！阿德，你也真是的，跟了我这么久，东西好坏也不知道，烂文章不值钱的。哎，老板，3轮车当不当啊？3轮车？对啊，新的。在哪里啊？当然是在外面喽，你出来看吧。别动！做什么啊？别做什么？我要走了，走什么走？别乱来！有我好说。你们谁是头家？放手！他，进去，走。哎呀，不是叫你走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别动，干什么？你给我安静！你是张头家，快把保险柜打开！有什么办事了？啊！快把钥匙交出来！哎呀，不要打！
快点！我没有钥匙啊，有也没有用啊，要跟家人配合才可以打开的嘛。家人，你们谁是他家人？啊？他是大少爷。怎么是？哦，原来是你！去！就是你！拿出来！我们钥匙怎么拿出来？还找个！不要打他！把他给好了！不要救命啊！不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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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杀了你！真的没钥匙！有人在吗？喂，不要做生意了。拉他出去！慢点，你是带他出去，他老头子在我手里，谅他也不敢耍什么花样。好，走。你们给我过来！好，过去。老板，不要做生意了，快点啊！哎，快点啊！来了！我要当铁锤。铁锤怎么大？不值钱。走吧。哦，哎，那我当手表。手表？哎，很值钱的。全部给我安静，不准有失声。闭上！干什么这么久？处置！好，好。你们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啊！哎，爸，你怎么了？阿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走。哎呀，总经理轻点行不行啊？哎呦，那两个下水道的，最好是关在牢里10年8年，不要放出来啊！只要人平安无事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哎呀，人是小事啊，还好啊，那些钱财没有损失才重要。哎呀，轻点，我这里，哎呀，都是那当铺人手不够了啊！要是多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就不怕了。那些王八蛋哪敢摸上门的？其实啊，县城就有一个了。啊，儿子，你说你要来帮老爸？我是说静红啊。谈，免谈。哎呀，爸。我们做大事眼光放远一点，请人要请得准。是，静红是有些缺点，可是她有她的优点啊。是啊，优点那张嘴吗？能说又能识，那不是好吗？凭她的口才，她可以帮你多拉几个顾客的。不像那个12叔，静红亲切多了。那个12叔啊，成天拉长着脸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钱似的，早晚把你的顾客都吓跑了。再说，你看，静红的人又机灵，反应又快。这完全是做当铺的人才呀！阿爸，他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人呢。哦，你甘愿请一个外人，你能保证那个外人就不是什么大老鼠吗？好了，你跟他一样会说话，说不过你，叫他来试试。真的？哎，谢谢你，阿爸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你要吩咐他，做人要安安分分的，不要手脚不干净啊！要是给我知道，我炒掉他，还把他赶出张家。让他在新州不能立足啊！哎，知道了。失踪信上还写了些什么？也没写什么。只说他现在跑单帮，人在怡保。哎，他借来5块钱，说是还给那个姓张的。哎，世忠啊，就是这副死脑筋。要是没有你啊，他又怎么能过番呢？但也真是的，你这么帮他，他也是误会。来，大家来尝尝我亲手做的笋板。来，哇，太好了！我好久没有吃到正宗的客家笋板了。那就多吃一点啊。若琪啊，
你这样试一试啊，这可是我太嫂最拿手的笋拌。哎，你尝尝，味道是不是跟街上卖的不一样？是啊。好不好吃？的确不错。你们也试试啊。好，来，我也吃。对了，静红啊，我听旭生说你换了工作是吗？哦，他已经到我们当铺去帮忙了。哦，真的，做当铺很好啊。哎，那你得要好好的做哦。好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先下去了。哎，谢谢太嫂。谢谢大嫂。哎，说真的，你爸爸怎么会改变主意的？是这样的，那天我们当铺进贼，多亏静红的帮忙，才把盗贼捉到。所以我爸说啊，他是个人才，非常的赏识他。哇，想不到你还是抓贼英雄哦！你不要把我夸得这么伟大，我知道这完全是你在帮我向你爸爸求情。这次我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你阿爸的面前说了我这么多好话。如果不好好的做，我就对不起你了。咱们是堂兄弟嘛，还谢来谢去干什么？别这么客气了。哎，这就是客家本色哦。那这不是本色，是笋拌啊！说真的，你让我想起你像《水浒传》里面的一个人物结师以宋江啊。你这个人呐，对朋友仗义疏财，当仁不让。你别这么说了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及时雨啊？你看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。来，哎，让我来，别淋湿了头啊！来啊！来吧。什么车啊？我们乡下从来没见过的。这架电车是要用电能驱动的。电车啊，这么大辆，那不是要用很多电吗？哎，菊香啊，还是我们乡下好啊，乡下用牛拉车不会这么浪费。阿妹，我过来南阳之后一直想接你们过来，可是一直没机会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你有这番心意，妈已经很开心了。只可惜啊，老头子死得早，没福享受。要不然他也有机会过番了。婆婆，你别难过了。你当然开心了。哼，要不是你公公死了，你小姑和姑爷不放心我一个人留在乡下，要你陪我过来。哼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来的福气，还有机会过番。啊，阿妹，金星已经在家等我们了，她知道你们要过来新州，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真的？那好啊，好啊。叶先生啊，对于这次竞选商联会主席啊，你有多大把握呢？坦白的说啊，这次的竞选对手太强了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哎呀，太谦虚了，开玩笑啊。不过这次要是我当选的话呢，有几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的。首先，我要求有关当局加紧取缔私会党，全面的杜绝收取保护费的活动。好让本地商家能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下做生意。其次呢，就是解决无牌小贩的问题，多发牌照给他们，好让他们正正当当的做生意。这就是我们家了。是培啊，妈跟大嫂来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，哎呀，金星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是啊是啊，太好了。您过来这里坐啊。好好，来这坐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叶先生啊。请问这两位是？他们就是我的岳母和大嫂。我岳父死了，他们在唐山无依无靠的，所以我就把他们给接过来了。对呀，真想不到叶先生还是个孝顺的女婿。哎呀，哪里？是啊是啊，我跟金星啊，虽然没见过几次面，可是啊，他是个大好人呐，要不然呢就不会把我们接过来了。是，这是应该的。您在那无亲无故的接您过来，是我这个做女婿的本分嘛。叶先生啊，还真难得哦，值得一提，值得一提。区小事别报道了。照顾老人家是应该的。女婿嘛，就是半个儿子嘛。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其实我妈在乡下受了不少苦的，每次金星一想到这一点就很难过。不如这样好不好？我就替你们拍张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坐这边。大嫂你也一块来吧。你也站过来，来，好，看这边，好，看过来这边啊。好，预备。
再多拍一张。哎，千万记得别蹬出来啊！梅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怎么，妈你不舒服啊？没什么，我想上茅房。你陪妈去吧啊！没有，我带你去。走。叶太太呀，能不能跟你和叶先生多拍几张？是啊，还是让我陪婆婆去吧。那麻烦你了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厕所在厨房后面，走过去就到了。啊，叶太太，请你站过来吧。是，过来。就这里好吗？好，这儿啊。笑一笑。请看这边，来。那边吧。哦。哇，这房子好大，好漂亮哦。是啊，原来我女儿女婿这么有钱的，那我下半辈子不用愁了。这里就是了吧？这里应该是厨房。厨房？哇，这里的厨房比我们那儿干净多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您就是亲家太太吧？是啊是啊。你是？哦，我是这里的妈姐。哦，你叫我银姐好了。哎呀，亲家母你好你好啊！哎呀，我们乡下人呐，比不上你呀，细皮嫩肉的，你这好福气呀，有金星这么个好儿子。礼物啊，有。哎，我带来了我们客家土产呐，有梅菜啊，咸鱼咸蛋的，很香的哦。这些东西都很咸，不适合我胃口。哎呦，不咸不好吃的。我桂花婆腌的咸鱼咸蛋，在乡下是出了名的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我真的不是亲家母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什么妈姐的吗？是啊，我是在这里负责打理家务的，我叫银姐。打理家务的？那不是我女儿的工人吗？切，工人就工人嘛，还什么马姐的？你看，害我，这种工人也有啊！敢向我讨礼物，还要嫌我的三咸不好吃呢。你看呢，我是带给我女婿吃的。喂，今晚煮什么给我吃啊？我现在正在煮红萝卜猪骨汤。哦，先让我尝尝看。我呀，肚子有点饿了。去，什么汤啊，一点味道也没有的。哎，这里的盐是不是很贵啊？给我下把盐呐！你不是说要上茅房的吗？走吧。等我上完了茅房，我来教你煮客家菜，让我的女婿好好的尝尝。哎，茅房在哪儿？在隔壁。走啊！来了。你好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是来找叶先生的。他不在啊。不在啊？那叶太太呢？他们全都陪我婆婆出去买东西，都不在家。这样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些东西要交给叶先生的。那你请进来坐吧。好啊。请坐。好的。那就是这个，麻烦你交给叶先生，都是那天帮你们拍的照片。你们很少拍照吧？是啊，我们乡下有照相机的人不多。对了，那天访问叶先生的稿已经登出来了，这个也麻烦你交给他。好。你是在《狮城日报》工作的？对呀。你也听说过《狮城日报》？请问《狮城日报》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报馆呢就在电车街，离这里很近呢，走路大概1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
谢谢。今晚这么晚啊？是啊。慢慢吃啊。小姐，无情大火，母子一起被烧死啊！买份报纸看看吧。哎。听说是火烧了1天1夜啊。是啊，真惨啊！不知道那些灾民是要住在哪里。哎，同志来了，问他。